Hello， 小伙伴，今天是我们穿越新大陆的最后一集，感觉要他妈翻船了。我将给大家讲述我的队员们是如何从玻利维亚穿越阿根廷，完成最后的旅途，抵达世界尽头乌斯怀亚的。离近。开始之前，我必须要说，如果你的车穿越过盐湖，那么一定要记得洗车。别问我是怎么知道。造孽！其实啊，完成南美洲的自驾穿越，车况很重要，向导很重要，更重要的是要做一个完善的路书。因为这里沿途地广人稀，自然地理环境复杂，且治安非常不乐观，所以我们从出发开始就要有一个非常完善的路书计划，包括每天走多少公里，走到哪儿，在哪里入住，吃什么饭，都需要详细的计划。阿根廷这个国家和南美其他国家不同，即便你持有美国签证，你也需要单独申请入境许可。我们的入境许可将在1月15日到期，再次申请必须要间隔一段时间。由于之前耽误了很多时间在运输上，所以真正留给我们赶路的时间所剩无几。而前往乌斯怀亚最大的 bug 在于，乌斯怀亚是阿根廷的一块飞地，要开车前往那儿，必须出境阿根廷进入智利，再乘船渡过麦哲伦海峡，再驾驶入境阿根廷。这就意味着留给南岩之吻小分队的时间不超过10天。操你妈！于是乎，南岩之吻小分队用了1天从阿亚库丘到阿班凯，又用1天从阿班凯到迪迪嘎嘎湖，乌鲁斯福岛地，再用1天从迪迪嘎嘎湖到拉巴斯，还用1天从拉巴斯到盐湖，后1天从盐湖到玻利维亚边境，然后现在呢？现在是从玻利维亚的边境到200米对面的阿根廷的边境，用了1天。我们现在在边境的桥上，我们已经出了玻利维亚的关，然后正在准备进阿根廷的这个边境。然后我们已经在这儿待了1天了，从上午一直到现在。之所以是这样呢，是因为我们开的这2辆理想车是这个口岸自有这个口岸开始以来第一次有中国车过去，所以说他们所有的这个文件啊，然后手续啊都需要核实。然后我们在这个桥上来来回回的已经走了不下10趟，就是玻利维亚，然后阿根廷，就这边的人说缺什么东西了，然后又到那边他们又说缺什么东西，怎么厉害呀？这会儿要有稳重得多好。哦，对，稳重已经离开我们了，就是回国了。小花呢是在来阿根廷的飞机上，他俩对调，原因呢是因为稳重没有签证。哦，李老师来了，来，你下周准备去海关啊，签字去啊，我这套已经完事儿了。我这边也你这边马上就好，你牛就下去吧，去海关牛逼啊。走了，我去签字去了啊，保持联系。你要走了？哎呀，我操！OK 了。现在我们就是所有的东西弄完了以后，然后我们赶紧开过去以后要检查。走，就这样，大家终于渡过了口岸，进入阿根廷。尽管之前做足了时间上的准备，但依然没有想到可以耽误那么久。所以，为了确保后面顺利进入乌斯怀亚，
难言之没有稳小分队必须连夜赶路，当夜到达萨尔塔。所以，如果有其他小伙伴也想自驾穿越南美，首先你要确定几个车型。如果你驾驶的也是咱们中国国产汽车，那么一定要给过关留足充分的时间。也有小伙伴说，之前有看美国人自驾走我们的线路，在这没遇到什么问题。没错，你猜这是为什么？萨尔塔位于阿根廷西北部安第斯山脉脚下，到了这儿，海拔开始逐渐拉低，可以说沿途最难的路已经走过去了。这里的地貌风物都很有意思。安第斯山脉西北部干旱区，干燥少雨，年降水量不到100毫米，这里形成了阿根廷最大的盐沼。可是顺着这里往下走，第2天就可以抵达潘帕斯草原，这又是世界上最肥沃的温带草原，是全世界的粮仓和肉仓。在这儿，我们经过了科尔多瓦。如果你喜欢喝红酒，你对这个名字肯定不陌生。阿根廷几个最好的酒庄都坐落在这个区域，只是科尔多瓦的价值远不止如此。科尔多瓦是阿根廷面积最大的城市，也是人口第2多的城市。这里曾是工业中心、经济中心，也是文化和教育中心。1573年，外来殖民者在这里建立科尔多瓦来抵御印第安部落的袭击。1613年，国立科尔多瓦大学在这里落成，是美洲第4古老大学。现在的科尔多瓦被称为美洲文化之都。过了科尔多瓦，就到了西圣安东尼奥，这里是靠近大西洋的一个海湾。湾内渔业资源丰富，据说这里的海里可以看到鲸鱼。只可惜难言之小分队没有时间更多逗留，只有一顿午饭的时间。而仅仅就这一会儿，我们的汽车就引来了西圣安东尼奥当地人的围观。Okay, you can try. Blando, blando. Aire acondicionado está en marcha. ¿Cómo? Está en marcha. Sí, claro, sí, claro, sí, claro. 他们非常好奇我们的汽车到底是哪来的，惊呼这2台理想是来自未来的汽车，像是移动的家。有一说一，从玻利维亚一路下来，阿根廷的地貌之丰富，资源之丰富，真的是美洲其他国家难以相比的。可是这100多年一手好牌为什么打成这样？我不知道。我相信看完了《独自等待》的同学，可能会有自己的答案。这里不再是潘帕斯草原，而是被称为巴塔哥尼亚的高原地区。整个地区占了阿根廷面积的1/3。这里既有寒温带雨林，也有荒漠，地貌和物种都非常丰富。沿着巴塔哥尼亚的海岸线，我们出境阿根廷，暂时进入智利，抵达智利南部城市圣格雷格里奥。他们俩还有行李啊，没关系吧？大的。Ushuaia, we are going. It was perfect. So where do you come from? Paris. 本来以为我们就属于来到这里非常不靠谱的一队人了， Yes, sure.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2个更不靠谱的法国人。这2个人从巴黎坐飞机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再折到马德林港口，再坐17个小时汽车来到圣格雷格里奥，
没想到错过了前往乌斯怀亚的大巴，居然在这里想等着一辆自驾游的车，也没想到真的就遇到了难言之小分别。His friends did an exchange semester. But yeah, I mean, Yeah. 4 years in Semester in China. So I went to China a month. I've been to Shanghai, Yeah, sucks. Beijing. Also, I've been to Hangzhou. But I've been busy this whole Hangzhou. week with vertical show. Like I've been casting a Hangzhou. vertical show as a HNHANG. tomorrow and then Gansu. after this. Gansu. My day off. Yeah, you've got a huge. But yeah, it's just 于是大家一起开车前往蓬塔格尔加达，在那里啊，要用轮渡将车运过麦哲伦海峡，送上火地岛，然后再次入境阿根廷，驶入乌斯怀亚。在巴拿马运河通航之前，麦哲伦海峡是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的唯一安全的重要航道。都说这里的风与海比德雷克海峡平静得多，实际体验上依然也是惊心动魄。不敢想象那些为了去南极要坐船经历地狱一般西风带的人会是怎样的惊心动魄。我好晕啊！下了渡船后，还有150公里，我们终于将与比雪在火地岛汇合。等会儿吧，我拿那个拍点东西。 He's doing everything. Driver, cameraman. Yeah. Multifunction. Not too tired? A little. Lot of drive. Wow. I'm excited. Yeah. It's very really exciting. 是吧？我操！你想想我们都经历了什么？我买了明月呢。这个要拿来吃了，对啊，这只能吃了，也喝不了。吃一半喝一半。你喝吧，我肯定喝不了，我得开车。让他们歇歇吧，啊，后面路我来开。司机可以不行。哈哈哈哈！他们要过来了呀！ Avec du champagne. Ah, j'adore. 啊！他们过来了，他们过来了，他们过来了！哦！我操！啊！我要扛！我操！来，你们歇歇吧，我来开。我操！来，牛逼！我操！牛逼！啊！我操！还见俩外国友人。 OK, Monica. Hola. Oh. Soy Mónica. OK. Yes, I know. Yeah. So, Yeah. 哦， thank you. 哦，来，对，都得喝一口的。我去。李老师来个。我来一口。来，马斯的开。不容易很。我操！这是我们的外国友人是吧？呀，到了。 Thank you so much. French champagne. Yeah. Okay. Great, Alex. Yeah.
哦，perfect， yeah，let's go， 太牛逼了，我们做到了，还没有人这么干过的啊，我们是他妈第一个，我操，太爽了。什么山路啊、海边啊、雪山啊、草坪啊，还多了个轮渡，我们终于站在了这里。一天过几个国家呀？阿根廷过来，然后智利，然后进出，最后我明天就到期了，差一点点就进不来了，就卡在两个国界中间。最后一天，走吧，上路，来 ，Let's go。2025年的世界已纷乱至此，大概也就只有欧洲人，或者说只有欧洲的法国人，还有这样的松弛感了吧？他们在法国是干啥的呀？咱这旅游遭这罪干啥呀 Je fais du marketing, business. Ah, business. Ouais. Oh, ouais. T'as fini le voyage? Après, Pas du tout, c'est que le début. Après, on remonte par le Chili. Après le Chili, en Bolivie. Après au Pérou, Équateur. Et après, on va aller au Japon. Oh, come to China. Yeah! 他选择这么一种旅游方式，是因为他的假期非常长，是吗？ Une année sabbatique. Une année sabbatique, c'est on s'arrête de travailler pendant un an de break. 这一年都在旅行啊。Et là, ça fait 10 jours qu'on est parti. Donc c'est le tout début. tout début, 10 jours. 10 jours qu'on est parti de France, ouais. 他为啥要来乌斯怀亚呀？ Ushuaia parce que c'est le bout du monde. 哦呀，我们也到世界尽头了。经过了4个小时的驾驶，1月15日深夜，我和大家终于平安抵达了梦想的世界尽头——乌斯怀亚。Okay. Enjoy Ushuaia. Okay. Enjoy. Voyage. Bye bye. Au revoir. 拜拜。作为南极门户的乌斯怀亚，有冰川，有高山，有湖泊，还有长满了企鹅的小岛。每年这里都吸引着无数游客。作为一个旅游城市，这里的物价也要比布宜诺斯艾利斯高，比所兑换美元的汇率也相对更低。其实乌斯怀亚它整个这个小镇的路线，它就是2条主干道，是一个木字形。来这儿的人，他为啥叫它世界尽头？因为来这儿人基本上都是为了上船再往南极走的，这边就全都是船，啊，你这个买了票，上了船，再往前800公里到南极。还有很多人呢会守在这儿，专门等那种尾票，就是说去南极的游轮特贵，但是有的人临时去不了的，啊，这个临时甩卖这票，可能1/3的价格，或者是1/4价格就出了，他可能就有专门捡尾票的人，就天天守在这儿。然后这些船里面，据说这个蓝白的这个船，有那个大球球，就像一个大龙虾瞪着大眼睛趴在这儿的。据说这个船是，说是微软公司老总的船，但人家没说是比尔盖茨啊，就是微软公司老总的船。但这个事儿没有求证过，不知道。
在第二天，为了在形式上真正到达终点，我们专门开车走到了3号公路的尽头。哦，看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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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车，下车，下车！下车！哦，我去！哇！我操！啊，泛美公路啊，开到头就是个这有一个禁止停车的牌子，我们马上就得走。这是终点，就写的是距离布宜诺斯艾利斯3079公里，距离阿拉斯加17848公里。啊，这一趟啊，终于到了。这是个啥呀？这上面贴了好多标。哎，杨鹤祥这个还在这儿呢，看来杨鹤祥啊，我找到你的这个了，你都被人盖上了啊！心情很复杂，这一路还是值得的。3号公路是整个泛美公路南端的终点，另外一端则是美国的阿拉斯加。当然，中间巴拿马到哥伦比亚的路因为热带雨林的缘故，从来都没有修通过。3号公路的终点是国家森林公园，很多游客都会选择来这里徒步。这里的海边有一个世界闻名的世界尽头邮局，之前可以盖戳。但是当地的 Fixer 告诉我们，这个邮局因为米兰的电锯政策被减员了，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并没有开门。当然，这个说法并没有官方求证，如果后面有遇到开门的小伙伴，可以留言告诉我。就这个乌斯怀亚呀，它有2个东西特别有名，一个呢是企鹅啊，一个呢是帝王蟹。这个企鹅呢是不能吃的，那帝王蟹可以吃。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先去找当地的渔民啊，这个去打捞一下这个帝王蟹，这看看在这个南极地区啊，这个捞帝王蟹是种怎样的体验。好家伙，今儿这个风大，哎呦，你看这浪大的。这边一般捞这个帝王蟹就都是在这边弄。这朋友啊，这不开着船过来了，这样就再带着咱到海上去看看去，那捞一把。你带上那个啥了吗？对，这个带上，啊，他有的螃蟹啊，就天天的潜在水里，对吧？只看视频。不点赞不3连，你就伸这个杆，你就一伸下去就能看见它，啊！看看都有哪些螃蟹啊，潜在水底下不3连。啊 You have to do it fast because it's getting worse the water. OK， You got it. 我操！哦，是这样的呀。没。OK。
哦，我去，啥玩意也看不见，我去。OK， gracias， 好家伙。哦，我操！看我苏员工，看我苏员工，我操！别关机啊，像颜值一样，摔倒都不关机啊！你比机器还贱。我们是要去哪儿啊？就往那一边开。哦，没有近吗？啊？这，你今天天气比较复杂，所以得注意一些。OK， 那这个海是什么海啊？你等一下，我给他别个麦，等一下。别着呢吗？不，他的麦太远了。这个浪好大呀！我操！哇，这么刺激的吗？哇！我操！我操！我操！我们机器！我操！哦，理想你妈加钱！理想加钱！我操！这他妈什么钱？我天！这大风天坐着小冰船的吗？这捞冰螃蟹啊！我操！看看谁在水底下不三连。他妈的，这是海水，能不咸吗？他们捞螃蟹都是这么捞的吗？Claro. Vamos a entrar nosotros. Sí, porque esto es un vivero cerrado donde contenemos a las centollas que ya salimos a pescar. Estas están desde ayer. Ajá. Voy para acá. 我去，这么多！ ¿Listo? 哇！ Aguanta que no te puedo prestar mucha atención. Salimos un cachito de acá. 哇！他说现在先离开这一段。感觉要他妈翻船了！我去，看这大风，我去！这因为这边风太大了，然后我们就是你知道吗？就这个帝王蟹，在当地吃的话就是一个煮一个烤嘛，所以我就想去那个乌斯怀亚。等回到乌斯怀亚之后，会有一个中餐馆，他们家是号称是地球最南端唯一的中餐馆，然后他们家还可以做各种各样口味的帝王蟹。我本来想拿着过去加工的，结果这就是这朋友他死活不让我拿，就说我在这儿拉走了这个帝王蟹，是不能把它拖回到乌斯怀亚的。Porque acá hay una regulación que es el Estado, que es recursos naturales. Ellos vienen y me la precintan, viste que la centolla tenía un precinto rojo con un número. Si en algún control de acá Ushuaia te llegan a parar con esa centolla, no está habilitado para que lo lleven a Ushuaia, pero sí para consumir en el restaurante. Ellos saben que si vos andás transportando la centolla durante 100 kilómetros, lo toman como maltrato animal, ¿sí? En cambio, si yo la saco de acá a los 5 minutos ya está en el restaurante, de alguna manera eso es aceptable, ¿sí? No son reglas que las ponemos los pescadores, sino el gobierno. 不在这吃了，咱直接回乌斯怀亚进中餐馆，啊，终于他妈能吃上中餐了。根据阿根廷的法律要求，我如果要把螃蟹带走，我必须开着可以充氧的专门拖海蟹的车才可以。我要保证螃蟹的蟹权。没错，这非常阿根廷。整个乌斯怀亚城里啊特别小，满城的基本上都是吃烧烤的呀、吃帝王蟹的，还有一些旅游用品商店。然后我们在这边呢就找到了唯一一家中餐馆，就这儿写的，叫中国餐馆啊。他们家也是做这个帝王蟹跟烧烤的，所以我们今儿就回来之后就直接就在这儿吃了。帝王蟹多少钱一只啊？帝王蟹多少钱一只？不知道。问您呢？我也不知道。这还给人直播都不知道。哦，不是直播，不是直播。你们是吃了还是没吃了？我们吃完了。是吧？啊，有是吧？好吃吗？他家？好吃。所以我问你呢。哦。不是他。
啊，俩进去。是哈啊，你看。哎呀，这。好家伙，不是那他没吃，他为啥没进来？还是他吃了他逗我的？啊！哎呦呦的那位大姐笑眼如花，中气十足。进了餐馆，还能听见他们洪钟一般的笑声。餐馆里放眼望去，全是万水千山只等闲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我不禁赞叹：退休真他妈好。这里边这全是中国人，为啥？11月、12月、1月这几个属于旺季，就是这边的夏天。但是呢，这因为靠近南极圈了，其实也挺冷的，尤其是今儿一刮风就得穿厚羽绒服，平时穿薄羽绒服。这会儿是旺季呢，就有好多中国团过来，从这吃了饭就登船去南极了。就这么有好多大爷大妈都是退休了过来旅游的。不过也是，你说你要不是退休了，哪有钱有时间到这儿来啊？这光飞机得坐2天，找地儿坐吧。来，这边是菜单。好，谢谢。哦，您这就是自助，然后还可以再单点菜，对吧？对。那这样，帝王蟹来一个，我就来个川香辣炒吧。好，可以。对，然后我再给我加一个炒生菜。可以。宫保鸡丁。OK。清烤手剥鲜贝柱是吧？对。辣的越辣越好。好，越辣越好。好，那边弄蟹啊，这边就是典型的阿根廷的自助，就是在这儿。当然这些都是陪衬，什么炸鸡翅啊这些的都是陪衬，就这些菜啊。最重要的阿根廷的菜是啥呀？就是烤肉。阿根廷烤肉都是这样的，你就自己得选啊。你好，会说中文啊？牛肉。不，在阿根廷吃烤肉自助啊。有一个规矩就是你得给小费，给了小费是吧？对，谢谢。要肥的，要肋肠肥的。你看白羊肉了吗？那牛肉 beef 肋肠对。马格拉斯。呀 OK 对的，马格拉斯对。然后再来个肠。呀，一个肠。羊肉再来一个。在阿根廷吃烤肉给小费的习惯是怎么形成的呢？比如说像有的这个店特别多人。特别大的时候，比如一长排炉子，师傅烤肉的时候，你给他个小费，就让他多关注你一下啊，按照你的要求把那肉烤出来啊。因为阿根廷这个烤肉是个文化，知道他吃烤肉特别多。那每周5都是 barbecue day， 所以当你吃烤肉，就是大家出来吃烤肉的时候，每个人对烤肉的需求是不一样的。然后肥点、瘦点、老点、嫩点，它都不一样啊。就这一盘啊，这就是前菜。但是这个前菜上，我就得趁热吃。无字旁下这边羊多，然后没那么肥，但是呢，它这么烤了也不膻。你看这上面一层油，中间这个瘦肉它烤得很鲜嫩多汁，下面这皮儿烤得有点焦，所以你吃的时候就跟吃三明治似的。庆祝你们剧组杀青，我们店里送你们1瓶香槟。哎呀，谢谢。哎呀，我去！香辣帝王蟹，小花你馋吗？南哥肯定是非常，我还好。我告诉你啊，对，南哥你馋吗？再过几分钟啊，杀青了大家就都能吃了啊！我先替你们嘬一口啊，没嘬成，有点扎嘴。爽！你要把肉，正常来讲的话，肉，放这儿吧，对，放这儿啊，都上来了。我跟你们说，正常来说，这个帝王蟹啊，其实啊，在当地吃啊，都是吃这个白灼的，就蒸了之后过一下冰水，那个肉很紧，吃这个肉的蟹肉的甜味儿。为啥？因为当地这个蟹捞上来都是活的，活着吃。
甜的，蘸点奶油啊什么的，沙拉酱啊什么的就贼香。但是它这个在当地做的这个香辣啊，一个是解乡愁，因为我们最近吃这个本地口味吃太多了。还有一个是啥呢？就是它虽然是用辣炒了，但它没有说把这个鲜味啊给它遮没了。它这个蟹肉很紧，入口之后很脆。涮肉，拿筷子这么一捅，好吃，好吃。哎，小花，你看这米，你家米是中国来的米吗？东北大米，是吧？对对。我操，我们一路从拉美走过来，没见过这个米，知道吧？吃的全都是柴米。这米啊，看看这是宫保鸡丁。宫保鸡丁它用了这个西葫芦。有一说一啊，从墨西哥开始往南，我们基本上还没吃到过这样的。你甭管这是宫保鸡丁还是宫保鸡排，我跟你说，真的有点想家了然后就什么都不说了，这样就。你作为中国人啊，你走那么远，走到他妈世界尽头，你吃这么一口东北大米，软软的香香的啊，他给你炒的这个，甭管这个菜啊，炒的你觉得跟你的还原度就是在你眼里还原度有多少，但吃上那么一口，哇，踏实了。我有点激动，看我们墙后面这一面墙，就有好多中国人都来过这儿，但是很多人来这儿也有自驾来的，你看有自驾来的，有骑摩托来的，其实它都是一个成熟的项目。但是我们这一次它难在什么呢？难在是我们开的是一个中国产的电动车。你在这个地方，你开个特斯拉可能都没那么难，你是中国产的电动车，你要弄它过关。你要过五关斩六将，你要准备各种材料，人家都没见过你这市场，没有先例可循，所以这是我们最大的挑战。还有就是我们拍的选题吧，相对来说，其实还是费了一些心力去找的，所以这一路走下来，走到这儿，吃到这儿的时候，我们终于可以说要杀青了，所以其实到这儿还是很激动的，就是还是给了我们一种可能性吧，开一个电动车啊，整个美洲大陆一家 4S 店他妈都没有啊！我操，走到这儿现在想想开始害怕了。我操，这等于是我们跟理想一个敢想一个敢干啊！反正就是我他妈敢开他的车，他也敢信我能把车开到这儿啊！反正就他妈开到这儿了啊！可能说到最后就都是因为理想吧啊！没有点理想。真的坚持不到这儿。在这个乌斯怀亚市中心啊，有个游客服务中心，这地方有个牌子特别有意思，就是它会写着这个地方作为世界尽头，那么距离各国的首都有多远？这里就是北京 ，China， 北京啊，18328公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想家过。你哪来的？我北京来的。这家中国饭店的老板是大连人，90年代跑到阿根廷创业，现在一家4口经营在这孤单的小城里。那你们家这边多少个人在这儿？我们这边加上工人差不多14、15个，就是都是中国人？不是，就我们夫妻俩加孩子，大厨，我们5个中国人，然后9个老外。
那就是家里人都在这，就也不着急回国了。是，但是我们还是，我觉得华人他永远融入不到这个当地的生活。你像我们来了这么多年，我还是觉得国内好，还是比较那种传统的，还是喜欢回国呀，就是因为我们每年都回国，每一年都回去，就是每年我们差不多休假是2个半月，4月中旬的时候关，然后7月初开。对，其实海外华人我觉得有一个最难的点是，国外已经习惯了，回国想家，但是回国也不习惯。是。起码我是这样的，就是觉得哎呀回国了，觉得哎呀不想挨您的，就是在这边待久了又觉得哎呀还是国内好，就比较矛盾。对我在俄罗斯生活过5年，我觉得多数中国人80%、90%的中国人在海外都是这样，就是生活在那边习惯之后会想家，对，回家之后就觉得还是有不习惯的地方，是，然后但是回到住所在地的时候，其实也融入不了当地社会，就是也没有那种是，就是什么就是跟走亲访友那种的，好像那种社交活动也很少，是，所以到最后就活得很封闭，就是工作挣钱，完了之后。我们说来到乌斯怀亚是离家最远的距离，这家人就跑到了离家最远的地方。虽然生意红火，但是心里的落寞如同海湾出来的风，只有大小的分别，却从未见到过停歇。然后呢，你们慢慢吃，慢慢喝啊。这个是个苹果汁。好的，谢谢您啊。好，慢慢吃。所以这顿饭吃到这儿啊，我这吃播就算结束了。我们下面要开始我们的杀青宴。小花，你给镜头拉一下，大家看看，就是当我在拍吃播的时候，我们同事都在干什么？居然还有人在看《百年孤独》真的就是。然后我自己其实还不远万里啊，斥巨资还带了一瓶茅台啊，真的那家不行，我有点激动啊，太他妈不容易了，操，真的，你要是不拍节目，你自己往这儿开，或者是你不往这儿开，你单拍节目，或者是你往这儿开又拍节目，你弄一个当地人认知里的车，对吧？都他妈没这效果。咱先开香槟嘛，对吧？老板给的，谢谢老板啊。哎呀，我们一开始建群的时候，这工作群有22个人，这一路走下来就剩这6、7个人了。来，第一杯啊，我们先敬粉丝啊，先敬粉丝。没有粉丝们的支持，没有你们的信任和鼓励，我们不可能有这样的项目，也走不到这儿啊！谢谢大家。虽然这项目挺糙的，但是喝了吧，都在酒里了。来，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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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啊！干杯！啊，第二个，来第二个，我觉得是要感谢理想，对吧？没有理想的赞助，我们可以挣更多钱，不是啊？第二个要感谢理想啊，就没有理想给我们这次机会，对吧？其实真的就是这一路开着中国人的车，连他妈一家4S店都没有，咱敢一路开过来，能开到这儿，其实都是有理想的人，对吧？来感谢理想，来。干杯！干杯！感谢理想。好。这一年啊，不容易。来，小花，你的，来。不行，我得喝小杯，我回去还得烤素菜呢。到时候我喝多了，喝那素菜没了。你说的跟你他妈平时不想喝多了一样。我平时素菜还是都是在的，也没有丢过哈。说你的状态，没有说烤素材的事儿。来，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不容易啊。
喝吧，喝吧。老板完成这个事儿，要不再来点？哎，你们现在回到北京最想吃什么？我想躺着，我就想躺着点个外卖，吃啥都行。一个季度了，一个季度。我今天说跟留学似的。我操，交换生都快结束了。对呀。然后再干一事，来的时候文质彬彬背个小包。你们需要什么直接跟我说就行。然后你们饿着呢。然后看到乌斯怀尔开个妈了，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感觉吗？就是我在船头啊，突然见到船尾那个人比我高了，你知道吗？哎呦我操！有一瞬间是差点翻过去了。但是我最大遗憾就是我去跟车了，我没去那个实验室。那个太牛逼了。那个太狠了，那个太狠了。有一刻真的，我们都绝望了，真的就是你走着走着，突然那边是个悬崖，这边是泥泞的那种路，就是踩着以后是软的那种。严哥，我在啊，等等我们。就一抬头，那个叶子啊，就一片叶子可能那么大，好大呀！你看这个很有意思，这个他妈不是标志吧？应该是。就是沿边那会儿有点真的慌了，从来没见沿着那么大声说过话，就叫他们别往前走，等会儿，因为就是拐一个弯，云里边拐一个弯，完全看不到全黑的。最后啊，就是他把它干燥了以后，给它压成粉类，我害怕了。当时我就那天晚上我们都喝了很多，大家都在后面的留言墙上签名。这就是我们的2024年。尽管一路有非常多的坎坷，最后的那一刻，我感觉都是值得的。第二天，2025年的1月18日，我来到了乌斯怀亚最南端的灯塔。这里是人类文明的范围内的最后一个灯塔，塔下的礁石都被海鸟和海狮霸占着。从这儿再往前，将是一望无际的南极冰川。走到那里的那一刻，我突然很想家。在地球上，我的肉身再也无法超越我目前离家的距离。可即便是走到这里，我依然还是我。我无法放弃欲念，也没有经济生活。我依然还是我。原来人的孤独和位置无关，家却是永恒的坐标。哪怕你的目标是星辰大海，也无法摆脱身后蓝色星球的起点。这是我们之于人类最根源的意识形态。失去了这个坐标，就会成为断了风筝的线，没有方向，也不再有意义。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流浪地球，带着地球这个老家一起去宇宙中漂泊的科幻故事。这大概也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精神浪漫。这就是我们这一趟穿越新大陆的全部内容了。
Hello， 小伙伴，我们现在啊，在美国的加州洛杉矶。最近啊，我们决定要干一件牛逼的事儿，啥呢？我们啊，不远万里漂洋过海啊，从中国运来了2辆理想汽车。我们将从这儿啊，开着理想的 L9，整个这个从洛杉矶出发，一路向南。墨西哥别看叫亡灵节，在而墨西哥这跟清明节不一样。危地马拉，我操，他怎么多做呀！我操，秘鲁、拉美的这个毒品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运的、怎么卖的？咱今儿来把硬的，玻利维亚，直到最后的乌斯怀亚。感谢屏幕前你们的支持，小伙伴的每一个3连都是我们坚持到底的动力。也感谢理想汽车，理想 L9真的给力。不管是高原还是湖泊，它的表现没有让我们失望过。这几个警察叔叔、警察阿姨对我们的车比较好奇，反而赚足了眼球，给了我们满满的自豪感。而它的增程可以让我们沿途，即便是没有充电桩，加油也可以完成旅途。在最痛苦的奔波路上，舒适的座椅和空间也给了改片子的颜真一个一流的奖。这个座位就天生为你准备的，是吧？特别好。2025年又是新的开始了，这一次啊，咱们的旅途期待新的目标。これが東京。他们生活挺魔幻的。继续往前走吧。我操！泰国人回国求的是什么？可以赚大钱。All out of this machine. Big motherfucking business. All right. 都是穷人，我也是。谁骑在狮子身上？跟没拼嘛！我早点回家了。听了，天要台湾呐，不要台独了。